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usan， 欢迎来到 Garden 365。大家有没有见过苦瓜不剪枝，最后会长成什么样子呢？今天在视频的前半部分，我会用几个实际的例子，让大家看看，如果苦瓜没有及时的剪枝，最后它到底会疯长成什么样？如果您的苦瓜也长成这样呢，那么视频的后半部分就显得尤为重要了。我会以我种的苦瓜为例，让大家看看剪完枝的苦瓜在2平方米左右的面积里呢，一次到底能收获多少。同时今天我还要给我的苦瓜进行今年的最后一次大修剪，就让我们赶快开始吧。在新西兰的奥克兰，政府给喜欢种植的居民提供了一些公共的小菜地，有专门的管理人员，并且提供水和工具。如果你有需要呢，也会给你一些种植指导。一块小菜地呢，25平方，一个居住地址可以申请1块，60纽币1年。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种植俱乐部，喜欢种植的朋友呢，可以聚在一起分享经验，分享种子，分享菜苗。我家里的小菜筐呢，面积很小，只有11-12平方，所以呢，我也在这里申请了1块小菜地。我的很多的种植经验呢，都是从这里学到的。同时呢，也提供了很好的机会，让我能够通过我的视频向大家分享更多的其他种植高手的种植经验。毕竟我个人种植的品种呢，十分有限。今天呢，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在公共小菜地里种植的苦瓜。大家有没有看出来，在这里生长的苦瓜都有一些什么共同之处？它们的叶子是不是长得都很健康、很茂盛，而且都已经把苦瓜的架子全部覆盖住了。从上面看，可以看到很多嫩梢正在争先恐后的往上窜，整整一层都是嫩尖，就是没有苦瓜。而且我们从架子的下面呢也找了找，就发现1-2个瓜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就要回到苦瓜剪枝的重要性上来了。由于小菜地呢不是在家门口，所以我们呢不会天天来，通常呢是1个星期来2次，有的时候呢是1次，所以苦瓜没有得到及时的修剪。从苦瓜叶子的健康程度上，我们可以看出来，当时在种苦瓜苗的时候呢，大家的底肥加的都是很足的。加足底肥呢，只是种好苦瓜的第一步。如果后期的修剪跟不上呢，您的苦瓜就会长成这样，所有底肥的营养呢，都提供给叶子来生长了。那么到底怎样剪枝呢？我会把苦瓜剪枝的视频的链接放在下面的说明栏，大家如果有空呢，可以去看一下。在这里我就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。今天呢，我想向大家汇报一下上次我的苦瓜剪完枝之后现在的生长情况，这样大家可以更直观地观察到苦瓜剪枝与不剪枝的巨大差异，希望对您的苦瓜种植能够起到一点点帮助。我的苦瓜呢是种在一个长1.2米、高2米的单片的金属架上，面积很小。由于苦瓜可以攀爬的面积很小，而且呢架子的背面呢又是几棵果树，为了让它不到处乱爬，我的修剪的力度呢还是很大的。大家如果看过我苦瓜剪枝的视频呢，就能知道我上次修剪的时候呢，靠近根部这个区域呢是修剪得非常干净的。现在呢，不但长出了很多的侧蔓，而且还结了很多的瓜，都躺在了地上。今天我就要把靠近地面的大多数的瓜呢，把它采收掉。我的苦瓜会集中在下半部分结瓜呢，最主要是因为我上面呢修剪得特别厉害，我一般不会让它长得超过2米。上半部分剪得厉害了呢，苦瓜会自己调整，集中养分，在下半部分发出新的侧枝侧蔓，
在下半部分多结瓜。这是我的种植条件所局限的，如果大家有一个大一点的架子让苦瓜攀爬的话呢，它是不会像我的苦瓜这样都集中在根部来结瓜。为了节省空间呢，我还把2个苦瓜的品种种在了一起。这样做虽然对苦瓜的口感和味道没有任何影响，但是如果要是留种的话呢，就不行了。如果想要留种子呢，还是要把苦瓜分开种。收获完根部的苦瓜之后呢，今天我还要给我的苦瓜进行今年的最后一次大修剪。我会把苦瓜一次性的剪矮一半，然后呢，就像视频的开始那样，让它长出新的枝蔓，然后重新爬满这个架子。下面的枝叶呢，我也会适当的修剪一下。这种方法呢，能够最大限度的延长苦瓜的采收期。虽然瓜的品质呢，可能没以前那么好，瓜的个头呢，可能会小一点，形状不太好看，但至少呢，能在初冬的时候还能够让我吃到几顿苦瓜。像这种又细又缺乏活力的侧蔓呢，我们要毫不犹豫地把它剪掉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苦瓜的分支能力特别强，所以呢，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不开雌花的侧蔓全部修剪掉，只要修剪掉大部分，苦瓜就能够集中营养去结瓜。具体到底剪哪根留哪根的，我以前的苦瓜剪枝视频有详细的介绍。而且今天我这种直接剪矮一半的方法呢，大家一定要注意操作的时间。一般我会在夏末进行，这时候呢，苦瓜的质量是大不如从前了，而且呢，叶子也开始发黄，有开始衰败的迹象。这时候我就要考虑是不是要给苦瓜进行最后一次大修剪了。如果剪得太晚，虽然苦瓜可以长出一些新的枝蔓，但是温度已经降到不利于它开花结果，那么我们的修剪就没有意义了。苦瓜修剪除了可以集中营养去结瓜，同时呢，叶子少了通风了，又可以增加授粉和结瓜的几率。像这些没有授粉完全、没有发育完全，还有一些呢被藤须缠绕的小瓜，都是因为叶子太密造成的。所以及时清理一些枯老的叶片，在苦瓜的生长的各个阶段都是很重要的。好了，我给苦瓜来了一次大瘦身。接下去呢，当然要给它加一些肥，这样它才有能量继续发出新的枝蔓。我用的是鸡粪、羊粪的颗粒和钾肥，光用羊粪的颗粒还不够，钾肥呢，它能够促进根系的生长，可以帮助多结瓜。根系呢，我们尽量不要去伤害它，就把肥呢堆在根部周围的土的上面，然后在上面呢再加一层土覆盖住，浇上水，让它慢慢渗透就可以了。看到这里，大家对苦瓜剪不剪枝的区别是不是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？希望这期视频能够对您苦瓜的种植起到一点点帮助，同时呢，也非常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